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新加坡时间2025年7月9日下午的5点45分。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期交易指标分析以及对应点位开仓策略。本期将不再使用 OKX 虚拟盘进行操作，我们实盘验证一下预设点位。在开始前做一下风险提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的策略指标平台只会无限趋近于市场，但不代表我们就是市场的分享杆。大家目前所看到的平台是我们交易数据指标平台，旨在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交易指标、更快的信息来源和更稳定的持仓策略。如果还不太清楚的话，可以观看我们的平台基础版教学视频。今天要做的是在基础版做一些进阶分享，尤其是行情基本不上不下的状态，我们的策略是什么？策略的依据在哪里？请一定要认真观看，特别是持仓比特币的各位。同时在视频的后段，我们做一下周报。总结一下最近出来的一些大事件，值得你花时间去听。还是来简单介绍一下目光所及的必要指标。上方跟单的交易的话，是我们正在长期做的策略验证，主要是在币安和 OKX 交易所当中进行开单交易。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的小白，请一定要选择用户量大、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列入我们的币安交易所。OKX 交易所，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 20%、数字盲盒、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赶快注册起来吧。另外呢，我们协同币安跟单平台开启了 AI 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那么入口的话，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入口，旁边红色字体的 Live 呢，它代表着比特币的实时价格以及具体的开单情况。当屏幕当中出现多单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对应的动画。当然，屏幕当中出现都是空单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出现相对应的动画，以警示你现在的一个比特币实时的行情。下方的这些指标的话，都是我们在升级平台的时候添加进去的，这些指标都能很好的反映当下的市场状态。我们这边也可以注意到，这边显示了实时的 ETH 的 gas， 注意一下，所有的信息的话都是实时的，包括后方出现的恐惧与贪婪的指数，我们都会实时更新。接着我们来到本期影片的中心部分，也就是验证我们的策略和策略的依据。那这里呢，我们还是以比特币的资金流向作为切入点，这边点击下绿色的方框，我们会来到当前的这个页面，可以查看到资金流向、交易所和 ETF 的。结合到这张图表，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资金的流向都还是正向流入的。绿色柱状代表流入，红色代表流出，然后高和低的话代表当天流入的比特币的总额。我们这个图表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给大家展示的这一个。那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最近几天的话是有流入的，但是流入的这个趋势啦、柱头啦会慢慢减少，那也很正常，因为最近可能行情真的比较一般，没有上升或者是下降的太大趋势。这和我等一下在视频末端提到的一些周报信息的话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完整的观看本期视频。那我们还是结合具体的图表来进行分析啊。那大家其实可以在状态栏当中发现，我们还是仍旧给出了一个比较强的牛市的信号。那同时呢，我们以比特币作为一个例子啊，我们给出了 L1、L2、L3、4、5，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L1 的话是比较强的做多信号。L2 的做多信号是稍弱于 L1 的，那么 L3 的话是中立状态啊。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 Solana， 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呢是更建议大家观摩了，不要做多也不要做空。那继续看一下它的走势情况。L4 的话是做空信号， L5 的话是更强的做空信号。那么这就是分别1到5的这个解释啊。那这里我们点开 BTC 和 USDT 的图表。大家除了能看到实时的价格之外呢，也会看到一个相对应的支撑点和阻力点。那我们当前比特币的实时价格是来到了108779，我们等一下实盘的价格会开在这两个价位。到时候开仓的话，我们做一下分享在油管的帖子当中就可以了。那这里呢，很多观众也会对一些数据不是特别的敏感，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 F3 是什么意思啊？它是斐波那契的第3通道。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斐波那契，我们会来到当前的这张图表当中。斐波那契我们在基础版的话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下基础版教学。那这里呢，第3通道就很好理解了，这是第1通道，就是第一根线和第2根线的中间这部分叫做第1通道、第2通道、第3通道，4、5、6、7。然后这里我们所处的目前通道是第3通道。按照这个比特币的走势来说，它其实是相较于比较平缓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它走势并没有说特别的直上直下。
如此行情下，我们该怎么去开设具体的仓位呢？或者说，我们开设仓位的依据由何而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全新的 ETF 和比特币的流入流出警报。我们这边会提供实时的流入流出情况，大家在这里的话，虽然是全英文的啊，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头皮发麻，但我们只要结合一个具体的数据。我们以第一个为例子啊，这里很明显可以看出它是由钱包的地址转向到可能是机构，也可能是交易所。我们在这里的话，注意分别啊，它如果出现像这种英文单词开头的，很可能是机构，也有可能是交易所。然后这里 BCEQ 的话，很明显它就是钱包的地址。这里的数据呢，会直接反映我们做多做空的信号，也就是 L1 到 L5。在这个方向上呢，你要记住一个定律：看多的强度是在于交易所大于 ETF， 钱包的地址也要大于 ETF。如果你是看空的强度的话，那现在整一个信息指向的话，应该还是以看多为主啊。那看空的强度的话，就是反之。我们还是会和大家玩一个游戏啊，那通过虚拟盘来验证猜想。不过呢，我在视频开头提到过，我会以实盘操作验证策略。那之后呢，我会在频道当中分享我的实盘开仓。请注意啊，本次的话还是以短期为主，且每一次交易的话都需要设置到止盈止损点，必须要设置，至关重要。那么止盈止损的金额从何而来呢？就是我们这个目标点位的话，怎么设置呢？这个就需要结合到我们平台给出的支撑点位和阻力点位。如果你只做短期的话，以目前比特币的实时行情，它已经突破了这一个支撑点位107214，所以呢，它就变成了我们的目标止损点。那对应的就是说止损的价格，我们给选择一下粘贴，止损的价格就在这里。那么盈利的价格的话，正如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因为我们做的是短期交易啊，我们最高看向的话是111042，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目标点位、止盈点位。然后这里呢，我们进行到一个粘贴，然后呢，这边选取到一定的百分比，然后选择到一个买入。因为是虚拟盘，所以我们没有强调太多，比如说逐仓啊，比如说杠杆啊、倍数啊，以及是市价委托、限价委托，这些的话我们都没有细讲。后期如果有需要的话，给大家再仔细斟酌一下。我们只是为了验证一下我们那个猜想。那同时呢，我们再返回到我们此前的这个平台，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给出的信号其实是比较强的做多信号，但我们因为数据啦，所有的数据都是实时的。我们现在再去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它给到的强度是 L2 的强度就相较于弱于 L1。这个时候我们在已有仓位的情况下呢，就要做一下预警。那这个预警是在于什么呢？当比特币突破到11万的时候呢，我们要设置一个提醒。比如说现在比特币已经达到11万了，然后当前网站或者是你的手机会给你弹出一条窗口提醒你比特币已经到达11万。我们觉得它差不多快到顶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目标仓位当中就直接去进行平仓了。或者呢，我们觉得它可能会跌到一个具体的价位，比如说108500，那一旦它突破到这个价位的话，我们也就直接进行到一个止损。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利用。你要记住，操作盘的是你本人，不是工具。工具的话只是能帮助我们，对吧？新鲜事我来报，币圈大事我知道。那么美国财政部的 TGA 账户就是财政部的一般账户余额，会通过发债来填补到8500亿美元，这将会造成一个高达4800多亿美元的流动性紧缩效果。原因我们在后面会提到。他说这个虽然不代表对比特币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依然会是一个警讯。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牛市有可能会被短暂打断，短期之内呢会被干扰。他相信在8月份联准会的主席鲍威尔在 Jackson 会议提出之后呢，市场可能会属于一个平盘震荡甚至向下的一个走势。随着这个财政部的账户要吸收市场流动性，比特币价格可能会走到9万到9万5美元附近。这一段的话是每个新闻平台都有发出来的，大家可能会看得到。那同样也说了，在鲍威尔8月底讲话这件事情当中，可能也会出现小幅的下跌，悲观情况下可能会达到9万到9万5区间啊。如果你只是想知道说，他预测比特币会怎么走呢？你看到这里的话其实就够了。但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去调查一下财政部的一些数字，是不是符合他说的这些情况。财政部的 TGA 账户在9月月底的时候呢，应该要有8500亿美元的流动性啊，以应付一些债务的利息等等问题。而目前呢，你可以看到财政部它的 TGA 账户仅有3700多亿，也就是说，它要在9月底如果填充到8500亿的话，需要在3-4个月之间呢，向市场通过发债吸回美元高达4-5千亿之多。
而阿尔茨海默斯认为呢，整个市场这个事件啊，其实对市场流动性是不利的。为什么说对市场的流动性不利？因为账户要吸钱了呀，所以呢，市场上的钱被收回来，那人民去买股票、买加密货币的钱呢，自然就会减少，变成了买债嘛。那所以短期之内其实是不利于股市和币价的价格走势的。不过呢，你要仔细看一下他们整理出来的内容呢，你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去看财政部的数据，你就会发现，他明明在6月底的时候说也要达到8500亿，但实际上6月底的时候呢，仅有4000多亿美元。那是不是其实就代表着财政部并不一定会达成这一个所谓的季末的目标啊？那也就是说，9月份的时候呢，它也不一定要从市场上进行抽水，抽到8500亿美元。既然6月份没有办法达标的话，那9月份这个数字的话，我相信也只是仅供大家参考的。这个的话就应该比较好理解了。那我们再说回 Q3 这个季度啊 ，Q3 的话，理论上来说，它其实不是会作为一个大暴涨的季节。那我们结合到一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 ETF 的流入流出情况。在下方呢，其实会有一张图表是结合我们上一轮牛市的一个走势图。蓝色代表着我们现在的所处的阶段，绿色代表着上一轮牛市。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它其实还没有到达一个最高值。理论上来说，这个最高值会出现在10月、11月左右。那所以呢，作为 Q3 季度的话，我们评测它不太像是一个会大暴涨的季节，按照往年来说，所以我们常说了 Q3 季度，也就是6月、7月和8月，通常都是股市和币圈走势比较低的一个季节，但9月、10月和11月又是往上再涨了。我们只能说过去的数据大多数是这样，但我们怀疑可能今年确实不太一样，有没有可能 Q3 就开始涨，然后 Q4 的话反而不涨，也是有这种可能的。只不过呢，发生的概率会比较少。我们一样还是可以通过这张图表来佐证我们的猜想。其实我们已经验证过无数次了。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虽然它是2根线，虽然一个代表了上一轮牛市，一个代表现在我们所处的阶段，但它的中间其实有很多相似点。它在这个阶段进行到了一个上涨，你也能在上一轮牛市当中发现这一个上涨线，然后之后呢是短暂的一个下跌，然后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下跌。很多东西的话是可以参考到历史的，我们是可以结合到上一轮牛市的具体情况来做分析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大胆预测，在10月、11月会突破到一个比特币的高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平台一般其实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开仓的话，我们都是以做多为主。我们这边只单指比特币其他币种我们都不做，只做比特币。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不开仓的情况下，如果你一定要开仓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是做多的。然后短期和长期的话，这个需要你自己来看。我们长期的指标的话，也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因为刚刚有给大家玩游戏的话，是我们做短期的交易，我们只看向到11万的1042。如果你要做长期的话，你是可以看到我们中间这个指标也可以，或者是后续这个指标也可以。不过呢，具体还是要看到它这个价格走势的。另外，我们在这个页面上呢，也更新了一个 EXP 的经验值系统。通过累积一定的经验值前提是我们需要先连接好自己的 OKX 钱包，每天进行签到可以得到经验值之外呢，经验值是可以用来解锁不同的福利的。我们给大家卖一个关子，在后续进行完善的时候呢，我们再给这个平台做一个系统性的介绍。大家拭目以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